哈喽，大家好，这集的影片内容，我们来聊聊台湾的历史。因影片内容过长，将分上下集进行发布，请记得接着收看下集。台湾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6000年前，就石器时代晚期的台湾就已经开始有人类居住。迄今考察最早的文化为台东县长滨乡的八仙洞遗址，史称长滨文化。推测长滨文化的年代上限约为距今2至3万年前，下限则持续至距今约5000年前左右。公元前5000年前，台湾进入新石器时代早期，此时期的代表文化为新北市八里区大粪坑文化，而考古发现大粪坑文化可能涉及南岛语族的起源，为原南岛语族的人群。公元前3400年前至公元前1900年前，台湾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此时期的代表文化有台北市中山区圆山文化、花莲县新社到台东县多兰之间东海岸地区的麒麟文化，以及东部著名的卑南文化。卑南文化分布范围大致包含台东平原、花东纵谷南段与东海岸南段。考古文化遗址虽未卑南乡，但与现今的卑南族没有直接关系，反而与排湾族、鲁凯族、阿美族一些部落文化有高度相关。公元前300年前，台湾进入金属器时代，也称金石并用时代。此时期的代表文化有鸟松文化、静浦文化，以及新北市八里区淡水河出海口交界处南岸的13行文化，是台湾目前确定最早拥有炼铁技术的史前居民，很有可能是台湾原住民平埔族凯达格兰族的祖先。公元前5000年左右，台湾当时就已经有原住民部落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狩猎、种植、渔捞等生活。17世纪初，台湾中部原住民巴布拉族、巴布萨族、巴泽海族、洪雅族、道卡斯族、阿利昆族、罗亚族等建立了多部落酋邦。鼎盛时期曾统治27个部落，北至桃园以南，南至彰化鹿港，其主要领域范围在台中大肚溪上中下游的流域，史称大肚王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证实，存在过2位国王，分别是甘仔峡阿拉米及甘仔峡马路，两人是舅舅与外甥的关系。但当时的原住民倾向由女性来维持家系，王虽然是君主，并没有定夺他人生死的权利。而根据历史记载，大肚王国也无文字体系去有效率的组织维持统治形式，长期的经历了各族的分分合合。后来又与来台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郑氏政权、满清政权等交手，早已伤亡惨烈，族群分崩离析。而最后仅存的原住民族群陆续的被迫迁移至南投埔里，最终大肚王国也随之瓦解。1624年，荷兰人来台，开始在台湾南部的台南设立据点，以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分站。1626年，西班牙人效法荷兰人，占领台湾北部三貂角、基隆、社寮岛、金基隆和平岛，开发港口以利贸易的发展。1637年后，西班牙人因经济贸易衰退，为了减少开支，削减在台湾的兵力。1642年，荷兰人大举进攻基隆，并夺取了基隆岛上的制高点，西班牙无力抵抗，向荷兰投降。荷兰征服了长期占据北台湾的西班牙人，结束西班牙人在北台湾16年的统治，建立台湾本岛现史上第一个统治政权。1640年代中期，荷兰人开始新增各种税收，台湾南部沿海殖民地的行政支出不断的暴涨，收入也逐渐从转口贸易转移到本地税收，造成汉人农民极度不满。于1652年在台湾大园发起武装起事，史称郭回一事件。此事件最终虽以3000多名汉人性命宣告失败，但被视作汉人抗荷的先驱，逐渐强化了台湾汉人的民族意识。1661年，郑成功北伐清郡，于南京之役大败，郑成功部队元气大伤，面临军粮不足的问题。为了解决大军的后勤伤养，郑成功决定夺取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支配的台湾。隔年1662年攻下热兰遮城，将在台湾统治38年的荷兰人驱逐出台湾，建立了台湾历史上第一个汉人政权，史称明郑王朝。同年6月，郑成功在台逝世，年仅39岁。1662年11月，郑成功之子郑经继位，
但政权本质与郑成功时代显然不同。1664年8月，郑经废东都称号，以东宁称全台湾，并自称东宁国王。1681年3月17日，郑经因狩猎摔伤不治，后于北元别馆的年40岁，统治东宁国近20年。同年，郑经之子年仅12岁的郑克爽登基为王，明郑的实权落入外戚冯扬范与刘国轩手中，台湾汉人民心也逐渐的涣散，最终东宁王国陷入了长期的动荡与恐慌之中。以上内容为台湾从史前时代至明郑王朝的历史发展，下集我会继续讲述明郑后期台湾如何从大清帝国及日本的统治中逐步走向中华民国，成为现在的台湾。最后，如你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订阅、关注与分享，我将继续制作更多与台湾相关的影片。